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8号，欢迎来到老吴教你炒美股周末漫谈，欢迎订阅、转发、评论，让你我的交易之路不再孤单。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们一起来做我们的周末复盘。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周末复盘，就是每一个复盘都很重要。我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也做自己的每天或者是每周做一次复盘，这样的话，你能够在每次复盘中，做一个自己的反思也好，或者说去看一下你在过去的这一周有哪些错漏的一些标的啊，或者说错漏的问题，再经过一番思考，可能会有更新的感受，对吧？所以说这个复盘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的一篇文章，就是禅师的第53课，3个买卖点的再分辨。我们看一下，这是我截取的他这个文章中的几段话。因为吧，我们学习禅论的话，禅论之所以好的其中一点就是它这个系统，它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的，尤其对于我们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就是跟基本面相关的一些很多的专业知识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想学这个技术面的话，比如说一些传统理论的话，它这个不构成体系，对吧？你如果想成体系的话，那么就能够让任何人都能够从头学起来。就是禅论就是这么一套系统。为什么禅论这么好，这么多人在用，然后又是比较推荐给各种朋友去学习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体系，它这套理论是成体系的。所以说你只要能够开户，你只要你不需要去懂很多的基本面的那些知识，就可以学禅论。这就是禅论好的地方。然后它又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学。所以说我们在禅论里面呢，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3类买卖点了，对吧？你想进场的话，如果你进场那个位置非常理想，然后进去就赚，那么这样的话对你个人的因为它不会出现回撤，那么这种对你的心理上的考验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你能够拿一波，这种你想想，你要赚的时候拿和你亏的时候拿，那种心理煎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进场就能赚，或者说卖了它就跌，那么这种买卖点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对吧？所以禅论里面有3类买卖点，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是禅师说3类买卖点的再分辨，我大概读一下。第一类买卖点就是该级别的背驰点，这足以应付最大多数的情况，但有一种情况是不可以的，就是前面反复强调的小级别转大级别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小级别背驰时并未触及该级别的第一类买卖点，所以就无需操作。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第2类买卖点来补充。该买卖点不是专门针对这小转大的情况的。一般说，高点一次级别向下后一次级别向上，如果不创新高或盘整背驰，都构成第2类卖点。而买点的情况反过来就是，所以在有第一类买卖点的情况下，第一类买卖点是最佳的，第二类只是一个补充。但在小级别转大级别的情况下，第2类买卖点就是最佳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该级别的第一类买卖点。我给大家画一下图形啊。禅师说的意思就是说，首先这个第一类买卖点呢，第一类买卖点永远都是趋势背驰点。什么叫趋势背驰点呢？就是这样，有一个中枢，第一个中枢，然后针对这里有第2个中枢，然后第2个中枢还带3脉，那么这是非常教科书式的一个趋势下跌，它是有1个中枢2个中枢，然后这个点位我们叫它趋势背驰点，也就是1买。那么2买呢，就是这个再次有一次反弹，然后再次回踩的时候不跌破前面这个1买，那么这个位置就叫2买。那什么叫小转大呢？小转大就是我给大家重新再画一下什么是小转大的情形。小转大是这样，这里是有这种我稍微夸张一点，就是这段我需要现在这段跟这段比较，对吧？
这两段进行比较，明显能够发现最后下跌这一段没有前面这个小，就是说没有它背驰，它的空间比前面那个大，它没有背驰。但是呢，这种情况它如果说利用小转大的话，在本级别你是没有办法进场的，在本级别你是没有办法进场。那么次级别的话，它如果说有一次反弹，但这次反弹的话，它因为它是没有背驰的呀，所以说它这只是一次反弹，反弹之后它就是你们是没有办法进的。但是呢，在它的这个次级别里面，在这段的次级别里面是有二买的，也就是说在这段里面是有一个1、2、3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这里面这段是你要进场的一个二买，次级别里面有一个二买，然后它以这种模式，以这种小转大的模式可以慢慢爬上来，从这个位置它可以慢慢爬上来，然后爬到这个，甚至爬到这个起涨的这个位置，从这里一直爬到这个起涨的这个位置。因为在这个当下这个位置你是没有办法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跟前面这段比较，就这段和这段比较没有背驰，所以说它是一种小转大的模式进来。但是小转大你怎么进呢？就是用小转大里面的二买进。所以说这是禅师在这段一个说明。我们看第二段，第二类买卖点站在中枢形成的角度，其意义就是必然要形成更大级别的中枢，因为后面至少还有一段次级别，且必然与前两段重叠。我们说一下这个第二类买卖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也是画图说一下，也是一样的。我这里有一个中枢下来，然后我们都画的最标准的这种，对吧？那么这是一买，然后呢，现在是我要上去，然后回来，这是二买，对吧？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其意义是必然形成更大级别的中枢呢？其实它这就是用到了递归了。那么它其实说的是上一个周期，它说的是上一个级别。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如果说是日线的话，那么它其实说的是必然形成更大级别的中枢，也就是说它说的其实是周线上。那么在出现二买之后，它就会再次出现一次反弹。那么这样是在右侧，如果说你从这里断开的话，那么左侧是一个趋势下跌，对吧？带两中枢。那么那个右侧呢，也是一样，它是一个3笔构成了一个线段。那么3笔构成了一个线段，这个两个红的从左侧和右侧，那么意味着它可以是在形成大级别中枢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里形成了一个上之后，它可以再形成一笔下，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如果去周线上看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1、2、3的一个下跌，意味着这在周线上的话也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的一个构成了。所以说为什么他说是构成更大级别中枢的原因，就是说这段它要组成一个首先是可以组成如果说你是笔构成的话，它就会组成一个线段；如果你是线段构成的话，那么它就构成了一个更大周期的一笔。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递归的一个过程。我们再看最后，而对于第三类买卖点，其意义就是对付中枢结束的。一个级别的中枢结束，无非面对两种情况：转成更大的中枢上涨、下跌，直到形成新的该级别中枢。第三类买卖点就是告诉什么时候发生这种情形，这种事情的。而在第二、第三买卖点之间都是中枢震荡，这个时候是不会有该级别的买卖点的。因此，如果参与其中的买卖用的都是低级别的买卖点。我们一直在说，你怎么来判断一个中枢那个震荡结束呢？对吧？我们之前在解盘中说过很多次，一个中枢震荡，你怎么能够判断这个震荡结束呢？而不是说继续回去呢？对吧？在没有到9之前，如果震荡不到9之前的话，因为到9之后，这个中枢级别就变大了，对吧？没到9之前的话呢，你怎么判断呢？那就是唯一的判断方法就是针对这个中枢要有一个3买或3卖，也就是禅师说的。那么意义就是对付中枢结束的。如果出现了3买，那么意味着它可以继续往上走，往上生长，对吧？在上面再生长出来一个中枢来，你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是第二个中枢，这是出现3买。那么出现3卖呢，我们也同样的画一下，这是第一个中枢，然后现在针对这个中枢，然后出现一个3卖，这是第一个，然后往下走，就是往下生长，在这里可以再生长出第二个中枢来，然后再针对这个中枢再结束，对吧？所以说
三买和三卖是用来判断不再继续进行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这是三买或者三卖。还有除了这个1、2、3买卖点，我在解盘中也经常说过的一个叫结构买点。什么叫结构买点呢？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走势，然后去往上走，对吧？比如说它没有出现那个后面的往上走之前，它是这样。我什么叫结构买点？再重新画一下，就这个。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构成中枢之后，这个就是结构买点，就是说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个点位，这个点位叫结构买点。其实呢，你也可以当成2买用，就是因为如果说这个前面这个里是1买的话，如果前面这里如果是1买的话，换一个颜色，如果这是1买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2买，对吧？那么这个结构买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2买，但是呢，有用来区别的话，我一说结构买点，你就知道这里要构成中枢了，对吧？结构买点就是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个点位无关的，我们叫它结构买点。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它这个位置不是前面这个2买的位置，而是构成中枢之后的一个。但是这个2买和这个2买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用不同的名字叫它。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那么因为出现2买之后，这里还是没有中枢呢。那么出现结构买点之后，意味着中枢出现了，这就是区别。好的，那么针对这第53课的话，那么如果没有看过原文的话，我还是建议朋友们真的是把原文仔细的通读一遍，然后再结合图形，或者说再在网上找更多每一课它有详细解释的一些视频。油管上也好啊，什么国内的一些视频网站呢都有，对吧？你多花一点时间，自己花一点时间多学一学，你把这些那个缠论虽然说很好用，但是你要把它它确实有一点点门槛的，真的。你想把它搞清楚的话，你要不花时间的话，真的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说，自己多花一点时间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说吧，这个股市啊，其实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地方，真的。股市之所以说公平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每个人都可以来市场里，你只要能够开户，手里有一点小钱的话，都可以来进市场里来玩一玩，对吧？你那个没有任何的那个要求，说也不歧视你，也不是因为你是什么肤色，对吧？你也不是因为你什么性别来你就不允许你来进入这个市场，它是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但是呢，另外一个面的话，它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公平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说股市不公平呢？那么股市这个地方吧，它是非专业人士和专业人士在同一个场地里竞技，晓得吧？就是说很多他是专业的人士，他有过专业的背景，他是科班出身的，然后又经过大公司的各种培训，技术上的培训、理论上的培训之后，然后他进到市场里面来操作。然后呢，还有一波帮着那个散户，就像我们这些散户，也没有经过正规的那个训练，只是想进市场里赚点钱，然后就进来了，对吧？因为它没有门槛嘛，任何都可以进来。但是最惨的就是我们需要在同一个场地里竞争。那么比如说你也操作苹果股票，然后那些专业的人士也在操作专业股票，那个苹果股票，那么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了。因为人家那些专业人士他是可能武装到牙齿了，对吧？他有各种专业的那个交易工具，然后有专业的交易知识，他知道什么位置应该进，或者说这个位置估值低了，然后那个位置估值高了，他有专业的工具去分析。那么我们散户这些相对来说，如果你不去学习的话，你就进来，然后那个跟人家拼刺刀，你能拼得过这些专业人士吗？对吧？就好比说你一个专业的那个足球运动员跟一个就踢着玩的人，然后在一个场地里，那不是那么就纯等着人家专业的人士不公平嘛，对吧？所以说多学一点不光是各个方面的知识，多学一点的话是没有坏处的。但是针对我们，你说现在再去学那些跟基本面相关的那些知识的话，如果你不是科班出来的话，其实已经很难了，因为它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技术面就不太一样了，尤其又有缠论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存在，它一个非常有系统性的这么一套理论，真的，你花一点时间把这套系统学下来之后，它对你的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去看一下下周要出来的这些因为下周啊又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个
要到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了，也就是周三。然后周三还有这个小非农数据，然后呢，周五还有这个非农数据。但是呢，因为这个非农数据是在这个联储的利率决议之后，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就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了。那么周三要关注这个利率决议，但是呢，因为这个利率决议啊是在1月份，现在普遍市场呢期待的其实是3月份的那个利率决议，因为目前这个通胀啊还没有降到2%以下。那么现在说1月份就期待着联储降息的话，可能性并不大。那么3月份的可能就是现在大家期待是3月份，然后再加上还有就是6月份和9月份。但是因为呢，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嘛，是马上要到10月份要大选了，它不可能拖到就是太晚，就是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啊不会拖到太晚。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拖到太晚去降的话，就有可能有点在帮助某一个选举人的一个嫌疑了，他肯定是不想沾上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他不会拖到太晚的。所以就是3月份，要不就是3月、6月，基本上就是这2个时间点位有可能会太降息。那么1月份太早了，9月份的话又太晚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看看这个，但是呢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本次这个利率决议这个答记者会上，看一下那个联储主席啊有没有更多的一些信息给到我们。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主要分析，首先分析一下我们一直分析的这个指数，然后呢还有这个 TLT 是一个国债相关的一个 ETF， 是有会员朋友们问到的。那么既然我们在周末正好漫谈里面可以多讲一点，然后呢会员朋友们也能够看到这个视频，所以说我们就提前讲一讲。然后呢也是再讲一下那个特斯拉，因为特斯拉的话之前是我每次都在讲的，但是因为最近做了一些改变嘛，但是呢因为他刚出完财报，也有会员朋友们问到这个，我也再看一下这个。然后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如果时间我也不想把视频做得太长，对吧？那么也会那个这样的话，朋友们也不用浪费太多时间看我的视频。所以说，那么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还剩很多的话，可以再看一下英伟达和 AMD， 毕竟最近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还是很猛的。这个大风口的话，因为现在 AI 就是大风口，就是最主要的这个推动市场现在还能往上升的最重要的那个因素。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多多少少都要配置一点这个跟 AI 相关的，尤其这些龙头像英伟达、AMD， 多多少少都应该配置一点，因为他们现在是最主要的这个推动力。当然跟 AI 相关的股票也有很多，但是现在最显著的就是英伟达，然后其次是 AMD。但是目前因为什么 AMD 冒的这么狠呢？就是因为 AI 这个大饼啊，或者说这个蛋糕啊特别大。英伟达想一个人独吞的话，现在看好像还不太可以，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AMD 这个老二也有一些机会，所以说为什么最近这个 AMD 涨得也非常好。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股票，没有这些相关的话，但是可以真的是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毕竟这段的上升或之后的一段上升的话，肯定是你任何的行业也好都会往这方面靠，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升的一个主升浪也好，或者主升的一个主题也好，所以说一定要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分析的这个主题，看一下图形。首先看一下指数，这是指数的，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先看一下大周期的月线。那么月线已经突破了前面这个4818这个历史高点了，现在是一直在往上走，对吧？那么月线上的话，你想出现转折，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任何转折都要有顶分型或者说底分型，对吧？在没有顶分型和底分型之前的话，在本周期，在你所分析的周期，你都可以不管它，对吧？因为只有出现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才能够出现转折，在没有出现转折之前的话，你都不用管。那么在月线这个周期的话，因为这个月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说在剩下的下周几天的交易的话，你还不用暂且不用管它。那么如果想出现顶分型的话，得到2月份才可以，所以说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就可以不管。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3491到4909这笔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再看一下内部结构有没有可能在下一个月要形成顶分型，然后因为只有它的内部结构够饱满，这个内部结构够饱满够充分，它才可以，就是上涨的动能不足了嘛，对吧？那么才可以转折。我看到有朋友在那个
视频里面总结，有一位朋友总结的其实非常好。你真的一定要善于做总结，就是不论是你自己的经验也好，还是其他人的这个知识，一定要去做总结，因为只有总结出来之后，然后你再去实践它，然后这样的话得到的这个体验是非常深的。那么他总结的是非常好的，他其中说到我提过的这个饱满这个词儿，所谓饱满这个词儿啊，其实并没有公式化的定义。就是说，最好的、最完美的饱满是什么样的饱满呢？就是这段从3491到4906这段，如果说它最完美的饱满是什么？就是带结构嘛，就是所有的零件都全，然后那个带中枢，这个中枢有3脉，3买，那么这是一个盘整上，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趋势上，两中枢。带3买结束，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3笔，还有什么呢？5笔，还有7笔、9笔，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构成3491到4909的次级别。所有的这些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给它编上号1、2、3、4、5、6、7、8、9。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达到1才能够转折，2才能转折，3才能转折，任何一种情形出现之后都可以转折。那么什么样的情形它才能转呢？那就根据市场当下的情况了。我们在当下现在这个那个时刻，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出现哪种情况它才能够转折，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只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你要看它之后的演变，对吧？比如说出现了第一个中枢了，那么你说后面那个能不能够出现第二个中枢呢？能不能够出现第二个中枢？首先要出现3买啊，对吧？出现3买，给你一个确认。然后如果3买之后它立刻往下走的话，比如说一个反弹不能够突破前面的，然后直接往下走，那你就知道了呀，它只能是一个中枢，然后就可以走反向了，对吧？但是呢，它如果说出现了第一个中枢了，然后给了一个3买，然后在这里又震出一个那个中枢来，那你就知道了呀，这里要走2中枢的一个上涨，一个趋势上了。那么这是带中枢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这种3笔的情况呢，那就是1、2、3，然后出现3笔之后，它直接之后的一笔的时候，它直接一个快杀跌破了这个低点，然后一个反弹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走反向，那么你就知道一个3笔就构成了这段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出现任何一个情形的时候，出现所有的我列出来的这些情形，每一种情形之后，不是说它之后要我们能够预测走哪些，而是说你要在当下这个位置，去判断它，去比较多空强弱，你才能够知道它可能出现哪种情况。所以说最饱满的当然是出现这种趋势上，或者说是一个中枢的趋势上，那个一个中枢的盘整上，那个盘整走势上，或者说是那个2中枢的一个趋势上，对吧？这种是因为它的构件强啊，有进入段，有离开段，然后有中枢的构件。那么像这种只有3笔或者5笔出现这种只是以浪形的模式，3浪啊，或者说是5浪啊，或者说7或者9了，这种以浪形的模式往上走的，说明它的动能强，对吧？它如果连这种标准中枢都出现不了的话，它说明这种以浪形往上走的动能强。那么动能强的话，你当然就可以多拿一点时间了，对吧？如果说是上涨的话，所以说，那么为什么还有7和9呢？因为尤其在小周期里面，就是说大周期的话，一般都是3、5就结束了。如果说你用波浪理论的话，但是小周期的话，比如说1小时，或者说15分钟、5分钟，都很容易出现一个5浪上升，就是它的动能很强的时候。尤其在那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那个股票里面，很容易出现7和9。尤其在不知道你如果说你一直跟踪某一只股票的话，就很容易发现这些。如果在外汇市场，或者说在一些那个大宗商品里面，也会出现这种，尤其期货里面，它很容易出现这种7或者9，因为它的那个延续性特别好。出现这种7或9的时候，它的延续性特别好。在之前特斯拉身上，在小周期1小时上的话，也出现过9浪上涨。再有一段，
所以说，那么7和9也是，但是呢，7和9一般都会基本上到了7或者到9的话，我们有一个模型叫7浪衰竭或者9浪衰竭的一种模型。那么到了那种情形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转折了。好的，那么这是针对朋友们在频道里面留言说到的这个饱满的这个情况，我在这里再重新的复述一遍，这样的话大家也知道，我每次提到饱满不是针对只是说的某一种情形，而是说你最少起码要有3笔，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从3491到4906的次级别，也就是周线上。周线上的话，它现在这个就相对来说挺饱满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挺饱满的一个结构，它有中枢，针对这个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只不过就是针对这个离开段它没有3脉或者3买而已，对吧？那么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那么没有出现之前的话，你不能够排除它继续进行中枢震荡，它可以继续拉回来的。虽然说它现在这段是没有背驰的，我们是比较过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的力度的，我们再比较一下，我们能够看这个整比例的位置是在4807，现在已经突破了4807了。但是呢，我们说现在还没有说有效突破这个4807，因为在这个周期，在周线这个周期说有效突破4807的话，需要3周才有，就是说3周的交易周在这个价位之上，现在只有2周，所以说还需要有1周才能说这个4807被有效突破了。那有效突破又没有背驰，那么当然可以继续往上涨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又定位了，利用这个区间套又定位到这个这段。你发现没有？如果说那个缠论还是我之前在那个频道里面也提过，缠论呢它是一种叫3层滤网的这么一套系统。什么叫3层滤网呢？就是说你分析你要定位你交易的周期，首先你比如说你定义你的交易周期是周线的话，那么你需要看3个周期来定位。那么一个周期是本周期，那么另外一个周期就是它的上一个周期，也就是月线。你还要看一个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你最少要看3个周期，不论你定义你的交易周期是哪个周期。如果你的定义你的交易周期是比如说1小时的话，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1小时，很多朋友可能做的比较小，就是周期比较小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定。你定你的1小时周期，那么你要看哪3个周期呢？那么第一个周期就是1小时了，那么另外一个周期就是它的上一个周期，就是日线，还有一个就是15分钟。那么15分钟就是你要进场那个点位去仔细看是不是有出现饱满的那种情况，能不能够进场了，那么你要看15分钟。所以说你要看你的交易周期是1小时的话，你需要看3个周期，需要3层滤网来辅助帮助你更精确的找到那个转折点。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之前提过的这个什么叫3层滤网。那么利用这个区间套我们定位到最后这个一段了，对吧？我们就要降低周期了，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的话，从4103涨到这个4906啊，就涨得非常猛，只有3笔。其实啊，这段上涨是超乎了很多华尔街这帮那个专业人士的一个预测的。很多人其实在这里是踏空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它后边还能涨那么多？很多人基本上可能才这个位置4500以上才开始进，这一段基本上他们都是踏空的。很多基金呢，很多这个投行都是踏空的。所以说它现在又再加上又有这个 AI 这个大的这个大家能够达到共识的这么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推动，所以说后期动能还是很强的。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4682到4906这段，跟刚才分析那个周线上一样，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因为现在虽然说你目测4682到4906跟前面这段比没有前面的空间大，但是前提是它要结束啊，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定位到最后这段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是那个在日线上刚才看到那个次级别，在1小时上它也有结构的，也是一个3笔。但是呢，它这个第3笔啊也是没有背驰，我们之前是比较过这个力度的。看一下空间，等比例的位置是在4835，现在已经突破等比例了，意味着这里有希望要出现一个4浪回踩了。如果出现一个4浪回踩的话，碰不到前面这个高点，我们看一下价格4802，如果碰不到4802的话，还只是一个4浪回踩。那么出现一个4浪回踩之后，我们期待在这里，即使有回踩也不要害怕。那么还有一个5浪上升给到你，对吧？那么出现一个5之后你再走也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这个动能强嘛，在日线上
给到这个动能强，所以说我们现在是顺大逆小，我们是顺大势逆小势。所谓顺的大势就是那个日线这个周期，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个1小时的话，那么它上一个周期你要看它的大势，如果它的大势向涨的话，那么就是回踩逆小势，就是逆着本周期这个小势，这个本周期它是要下跌的，你要逆着它来，意味着下跌的时候你要去做多，所以说你要逆它，叫顺大逆小。那么出现回踩之后碰不到4802，还是一个4浪回踩，如果碰到4802的话，相当于就弱了。如果碰到4802的话，这里就有中枢了，对吧？形成中枢之后，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那么这里就会形成一个结构买点，那还可以打出去。但是呢，它如果说这个杀的比较深，它如果说一笔那个首先碰到4802，然后再继续向下走，直接杀到这个4682，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这里要转折了，意味着这里有一个任何一个弱反就可以走反向，对吧？所以说我们是有临界点给到我们的。首先你要碰到4802，碰到4802你就开始警觉了，是不是要走不形成中枢，直接一个杀得很深，杀得深一点，然后一个弱反就走反向了？还是说这里虽然说碰到4802，虽然说碰到了4802，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已经挺饱满了，里面带中枢的，甚至是里面带2个中枢的，那么你就知道了呀，这段只是要结束了，那么意味着这里是可以形成一个中枢了，然后形成一个结构买点再往上走，对吧？所以说任何一个位置之后，你就不单单要看这个周期，还要看它的次级别。好的，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指数。首先月线上是没有顶门型，所以说没有顶门型就等待什么时候出现顶门型之后才有可能转折。周线上，那么最后的这段离开段是现在还不能说它有效突破4807，还需要再看一周。那么日线上呢，它现在只有3笔，那么第3笔我们现在关注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转折？那么1小时上呢，现在也是3笔，所以说现在等待就是第4浪回踩。4浪回踩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碰这个4802，不碰4802的话还是第4浪回踩还有5，碰到4802的话你就要关注它的力度了，那么它的这个内部结构需要饱满，如果形成中枢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结构类买点再往上走。但是呢，如果杀的比较深，然后内部又结构比较简单，所谓结构比较简单的话，就是说它以一种浪形往下走，那么有可能是要走反向了，因为它是可以这样慢慢往下演变，带中枢往下走的。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出现这种如果是浪形的这种结构的话，它是比带中枢的那种结构简单的，那么结构越简单意味着动能越强，记住这句话。好的，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指数，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TLT， 先看一下朋友们关心的这个，这是你看它这个背面的这个水印是这个20年国债的这个 ETF。 首先看一下这个大周期，也是看一下月线，月线上的话从最高点179跌到82，这是一个3浪，但是这里尝试过一次反弹，但是不够比，这是第3浪下来，然后呢3跟1还没有背驰，现在目测就能够看出来。所以说这里这只是一个4浪反弹，现在只能当做4浪反弹来做，然后又形成了这个月线的底分型了。所以说就看它，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的话，那么就计划着这里什么时候能够成一笔，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最浅的反弹位，也就是110附近，对吧？如果能够到110附近的话，意味着这个4浪反弹可以结束，也可以不结束，可以再往上走，那就要关注什么呢？关注它的次级别呀，任何一个都是到了这个位置了，成笔了，那光看这个级别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分析它是不是要结束的，那只有进入到它的次级别去分析。好的，那么这就是周线上关注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到110。那么再降低一下周期，看一下周线上，我们看啊，周线上这个左侧这个第3浪啊，我们先看一下第3浪这个结构，第3浪是里面有很清晰的结构的。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中枢之后还带了一个三脉，中枢带了一个3脉，但这个3脉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3脉。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点位它不是最低点，这个价格不是最低点，最低点在这里呢。为什么我画到这里呢？因为啊，它这个3脉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确认，然后成笔又去反弹确认一下这个中枢，所以说这个3脉在当下是有意义的，这个3脉在当下是有意义的。听好了，那么你如果能够在当下能够分辨出来这是一个3脉的话，你这个位置肯定要减的呀。那么这段你是可以躲过这最后下跌这段的。
所以说这个三脉是在技术上是有意义的，虽然说它不是最低点，因为在缠论里面画笔的时候，画笔是每一个都要按照笔的定义来，但是画线段的时候你是可以，笔是每一个都要按照定义来，但是画线段的时候不需要到那个高低点来画，只要你是就是它的次级别，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周线上，在这段的日线上，它是可以以这种方式画到这儿的，因为它是不需要高低点来划分的，只要超过3笔以上只要超过3笔以上都可以构成线段，它不需要是高低点，所以说是可以画到这里的。那么因为画到这里的话，凸显了这个三脉的意义。好了，这是这个在月线上这个第3浪，我们通过这个周线上这个结构能够知道。那么现在周线上就是因为在月线上已经有底分型了嘛，现在在周线上的话，只一笔上一笔下，然后你也可以测一下这个回踩的位置，刚好踩到了 0.382 的位置，看到没有？但是呢，现在就是这里虽然说回踩成笔了，但是没有底分型啊。等它出现底分型以后，就是任何一个转折都要底分型或者顶分型，对吧？你如果操作的周期是周线的话，你需要等到一个底分型。很多人说，哎呀，出现底分型之后会不会晚了呀？其实不晚的，因为出现底分型之后，后面还需要有3周啊，对吧？你有一个确认的话，你后面还可以最少要有3周的向上涨的，就是不差那一点的。所以说你要耐心等待明确的信号，而不是说猜这个位置要到了 0.382 那个是不是要转折了。当然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猜它，然后你觉得这个位置你又去观察它的那个内部结构，觉得可以反转了，那么你可以分批进嘛，对吧？分批进，到了 0.382 这个位置进一点，到了 0.5 的位置进一点，甚至到 0.618 的位置也可以再进一点，分2次或者3次进，对吧？不需要每次都一定要抓到那个最终的转折点，给自己一点就是给你的操作上留一点容错空间，这样的话你的心态上能够更平和一点，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可能就不够精确。但是我们说过，我之前在那个频道里面也说过，我们宁可要这种模糊的正确，也不要那种精确的错误，对吧？所以说你分2、3次进，那么起码这个整体的这个均价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进了一点，然后它又下来了，在这个位置再加一点，甚至到这里再加一点，那么你整个均价可能就在这个位置。那么只要它一旦起来，那么你这3次进的立刻都解套了，对吧？所以说你不至于说我一次性的在这个位置进了，然后最后它跌到这个位置了，它可能只是一个弱反，可能刚好到你的成本价格，你可能就浪费了很大的一部分时间，这就是它的这个区别。好的，那么针对这个TLT 的话，就是关注它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些位置，你就开始着手建仓了。我希望大家问的这些标的呢，都是你准备长期操作的标的，你只有能够长期跟下来，首先要从基本面去过滤一下，对吧？你这个票你打算长期做的，我说的长期就是起码要2年、3年、5年的这种做，而不是说短期的只想做1天2天的这种，对吧？你要长期做下来的话，你是不怕短套的，你是不怕短期被套的，因为只要它有波动，只要你能够降成本、降差价、打差价操作，那么你成本慢慢都能降下来，都能够解套也好，盈利也好，都可以的，只要时间够长。所以说不要只是怎么说呢？只是想追涨杀跌，只是看到涨了才想进，这是不好的。长期来看的话，这种方法是无用的。好的，那么这是这个 TLT，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特斯拉，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分析的。先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大周期的话，我们之前盯的一个点位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个点位，这是2023年10月份这一月的最低点 194.07。之前为什么一直盯着194呢？因为在月线上只有跌破194之后，它月线上才回踩成笔。那么在上周因为这个财报的原因，终于跌破了194，最低打到了180.06，终于跌破了这个位置之后，月线上成笔了。那么月线成笔之后，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月线能够停下来呀，对吧？你看前期这里是出现了这种大幅下杀，这种月线上大幅下杀之后，那么到了这是几月份？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
这是23年的1月份才出现了一个大幅拉升，对吧？你要么是给到这种大的阳线，这种大幅拉升，或者说呢，那么要出现一个十字星，如果能够出现一个十字星也可以，比如说2月份给到一个上下影线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十字星的一个 K 线，也是有希望出现一个转折的位置。但是目前呢，因为现在1月份这个 K 线形态是太粗了，那么它想直接转折的话难度比较大，或者说呢再出现一个包含关系也可以，2月份给到一个包含关系的一个 K 线，然后3月份那这样包含关系处理之后，这样的话再利用3月份这个 K 线的话，它也能够形成一个底分型，这里也可以形成一个底分型。所以说那么就关注2月份这个 K 线就比较重要了。2月份首先最好就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出现一个包含关系，包含关系之后的话，那么再去看3月份，那么最次的话，那么就要再继续稍微差一点就是出现这个十字星也可以，那么最好的就是直接最好的就是也跌破这个180这个06这个位置，然后呢出现一个大幅拉升，就类似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说2月份再次跌破180.06的话，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即使跌破之后，你就关注一下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快速回拉，跌破了这个位置，然后一个快速回拉拉回来，然后在这里能够形成一个十字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在月线上我们要关注的。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从这个前面这个起跌点299，对吧？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然后带中枢。然后针对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我们也比较过力度。从这个比较力度，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也就是178.2，也就是180附近。之前为什么在分析中让大家180附近可以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是在178。那么不是说一定要打到178.2，一分不差，对吧？只要在这个位置附近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可以尝试进场的位置，那么也就是180附近。那么在这个上周的话，最低点就达到了180.06，对吧？这也就是这个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178.2这个附近是有这个技术意义的原因。那么因为这个在周线上的话，这根周线这个 K 线的话力度还是比较强，所以说下周也要关注一样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十字星，再次打破180.6的话，那么就关注这个178.2了。到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十字星在下周，那么再下一周的话能不能够出现一个转折向上，对吧？所以说首先你要给到一个十字星，也是可以出现一个包含关系，也可以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然后再看下一周。所以说这就是周线上。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一个快速下杀，然后跌破了178.2，那你要等了，这个需要耐心一点等一下，那么等待它可以这样慢慢爬上来，然后就出现这种包含关系之后，你去包含关系处理之后出现底分型的时候，再可能尝试进。就这个位置，因为它如果跌破了178.2的话，它就没有背驰了，就这个时候你就要谨慎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跌破178.2，它没有往回拉的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一点，因为它完全是可以继续往下走的。出现这种时候，再给你来一个反弹，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个也会反弹还成比，那么这就是一个周线的一个三脉了呀。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出现背驰，这段出现背驰，然后就是没有出现背驰啊，就是这段跟前面这段比没有背驰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它如果出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要谨慎了，对吧？所以说，如果能够快速拉回来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178.2这个技术含义还是有的。这就是两种情况，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好的，那么日线上的话，从这个265跌到180的话，它跌的那个速率是很快的，它只是一笔下跌，中间是没有结构的，它是一笔下来的。从这个位置跌到180是一笔下来，中间没有任何的折线的，在这个日线这个结构。所以说，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动能下跌太强呢？你看它这个 MACD 张口张的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没有任何往上抬拐的那个迹象，然后这个柱子的长度还在伸长，然后这个面积也没有任何缩小的迹象，所以说这里有反弹的话，也可能是一个弱反，因为这只是一个1、2、3的第二段反弹，所以说如果出现反弹的话，你就也可以这样测一下这个反弹的力度，看看能不能够起码最低
能不能到212这个位置？如果说反弹只能到212，甚至连222都到不了的话，你就知道了，它还要再下来。那么出现在日线这个周期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意味着那周线那一笔才有可能结束，晓得吧？所以说出现反弹的时候，不要觉得哟这里是不是就反转了，它还可以来一个123，甚至是一个12345。那么具体怎么走的话，就看后期的一个演变。好的，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和这个 AMD， 毕竟它这个最近我们简单看一下它这个大周期，我们说的可能就不会那么细。看一下，就是说，首先这个英伟达这个月线上这真的是一个大微转了。现在月线上还没有任何顶分型的迹象，这里是出现过顶分型，但是又是大力度往上拉，对吧？然后周线上从108.3这个起涨点是一个3笔上涨，这个第3段跟第1段比的话，你现在看虽然说它的空间没有它大，然后 MACD 辅助看的话，快慢线的高度也没有前面高，柱子的长度也没有前面长，面积也没有前面大，但是前提是392到628要结束啊，对吧？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怎么判断它要结束呢？就是它的内部结构了，就是它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那么我们就来到它的内部结构，日线上，内部结构带一个中枢，然后有进入段有离开段，也是一样的，比较一下进入段和离开段的力度。那么等比例的位置是在586.38，现在已经是突破了586.38，而且是有效突破。那么的话，现在就关注重点就是这段什么时候结束，也就是说从473到628这段什么时候结束，对吧？那么结束的话，它就可以有一次回踩。那么出现一次回踩之后的话，还是如果不能回到这个中枢的话，还是一个3买，那么还可以往上走。然后甚至是走出一个在上面再走出一个中枢来，这就是之后的一个演变了。所以说，那么首先这里这段要结束，对吧？现在日线上虽然说有顶分型了，但是呢，你要去看一下这段的内部结构。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也就是473涨到628的1小时周期，也就是日线的次级别。那么我在这里也已经画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1、2、3、4、5、6、7、8。这是已经是第8笔的一个或者第8浪的一个回踩了。那么这个第8笔或者第8浪的低点在605.73，还没有碰到前面这个603.31这个高点。现在就关注下一周。首先，如果说它不碰到这个603，直接反弹一笔的话，那么就是第9笔或者第9浪了。这就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7浪衰竭或者9浪衰竭的那种模型了。所以说出现9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往里追了，很有可能就要回来形成这个中枢了。形成中枢之后，那么在日线上就会出现一笔回踩。那么我现在再回到日线上，回到日笔回踩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这个回踩位置，对吧？是具体到哪个位置，然后不回到这个中枢的话，还是一个300的位置。好的，那么这是针对英伟达，我们也看一下这个 AMD 也看一下这个大周期。月线上的话，月线上其实这里有一个中枢的，那么针对这段的话，现在你是可以当成一个针对这个中枢是一个离开段，它想脱离这个中枢，现在这个力度是非常好的，你看这个 MACD 张口张的多大，然后呢，其实它有这段是有过一点点这个回踩的，你看到没有？从这里是有回踩，但是呢，它其中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它回踩不够比，所以说暂且可以不当一笔用，就是从54.57到184的话，可以暂且当一笔。等到什么的时候再改变呢？就是说从这个93到184，等这段成笔之后，现在因为它只有4根 K 线，也就是说只有4个月，等到它再有1个月的时候，如果够笔之后，你可以把这个93.13当成起涨点。这样做的意义就是你可以去比较进入段和离开段了。因为从93.13到184，目前的话，这段上涨的动能是非常强的，是比较符合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的这种状态的。一般针对中枢的话，它的进入段和离开段，它的动能都是最强的。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比较它的力度了，也就是说这段，然后从这个93.12比较，看到没有？现在比较的话，其实它已经到了等比例的位置了，已经到了这个183.3 就是它的等比例的位置，但是因为这个93.12到184它还不够比呀。但是呢，在缠论里面，
在缠论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中枢的构件，就是中枢的构件是最重要的，就是这3笔是最重要的。那么它的离开段的话，不够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的进入段还有它的这个离开段，即使不够笔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说针对 AMD 的话，在大周期上其实已经到了这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了，就看它能不能够之后再往上冲突破这个183。你要注意，所以说针对 AMD 的话，毕竟它不是龙头嘛，英伟达才是龙头，所以说 AMD 毕竟那个但是它的相关性也非常高，就所以说你要关注它相对 AMD 英伟达的话，你就要关注了，它又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183等比例这个位置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仓位不能太重，这里减一减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的话从54涨到184，它有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针对这个中枢的话，现在也是走离开段，那么也是一样分析一下最后这段离开段，在周线上它是没有背驰的，能够看到这个离开段走得非常强。然后在日线上的话，从93涨到184，也是一笔上涨。虽然说它之间是形成过这个回踩，但是回踩都不够笔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英伟达其实需要看4小时，4小时上是有结构的。我们把这个前图形清一清，4小时上是有一个结构的。我们看这个1、2、3、4、5是一个5笔上涨。那么看一下第6笔或第6浪回踩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碰不到的话还可以有7，甚至可以出现9，对吧？那么如果碰不到的话，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里会形成一个中枢了。形成一个中枢之后，出现一个结构买点，再往上走。所以说这个针对 AMD 和英伟达是有一点点区别。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